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书接上回，江宁熙冲到左岩面前，还未攀住他的手，就被他甩手推开。先不说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就看你的条件，我怎么可能会选择其他男人？一着急，江宁熙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江宁熙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男人听到江宁熙的话，恼羞成怒。江宁熙回头看了一眼男人，心里止不住咒骂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这个男人还在火上浇油。既然你无情，就别管我无意了。男人不屑嗤笑，他转而对左岩说，我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会想娶江宁熙。不说他是我玩烂的，就他干的那些破事，就恶心十足。他做了什么？左岩面无表情，但微挑的眉峰蕴发着滔天的怒气。换药，把那个叫穆什么的妈妈毒成残废。男人铁了心了，要把江宁熙干的事情招供出来。江宁熙生怕追杀穆楚楚的事情说出来。现在穆楚楚对左岩意义非凡，要是被左岩知道，非把他撕一层皮。够了，你少胡说八道。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？江宁熙从地上狼狈爬起，抱住左岩的大腿。阿岩，你也知道我是孤儿，我上学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老纠缠我，我没办法，只能答应和他在一起，不然他就要霸凌我。这些年，我努力想要跟他断个干净，是他一直不肯放过我。他的眼眶微红，泪珠子不断往下掉，但我真的没有跟他在发生关系，他说的那些事我也没做过。他就是得不到我，才要污蔑我。江宁熙牵着左岩的手去触摸自己的脸，左岩嫌恶地收回，他冷声道，你有没有做过？问问医生就知道了。左岩冷漠地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很快他的保镖就把休息室围得水泄不通。不久，穆寒墨也把穆母的主治医生带了过来。看到江宁熙和那个男人，穆母的主治医生直觉大限将至，还没踏进休息室，就腿软摔地，得由左岩的保镖抬拉进去。说说吧，他们让你做了什么？左岩的声线残冷，表情阴鸷。医生跪在地上，看着逆着光，犹如魔神的左岩，我都招，还请左先生放过我的家人。说。左岩踢翻了茶几，耐性全无。医生战战兢兢地把江宁熙让他给穆母下毒的事都说了。就是因为长期服用禁药，穆母的情况才会越来越糟，直至变成一个残废，也才会在看到穆楚楚受辱一幕，气得当场暴毙。江宁熙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左岩怒视他，怒火不断燎烧。江宁熙的脸色一片惨白，颓然跌坐在地上。是，我是针对穆楚楚的母亲，但那是因为穆楚楚的母亲弃我于不顾。穆楚楚语含责备，声音禁不住发抖。那追杀穆楚楚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左岩愤怒地发出鼻音。江宁熙慌了心神，他不说，我来替他说。男人插嘴，就是那个穆楚楚没死，被人救出医院，但江宁熙找了我手下去暗杀他。不是的，我没有。江宁熙双眼含泪，他并不知道穆楚楚没死，当初阿强为了邀功隐瞒了真相，现在他只能慌乱地撇清干系。男人直接调出手机里的录音，江宁熙的丑恶面目全部揭露在左岩面前。左岩寒心地看着江宁熙，
他就是为了这样的人，把穆楚楚逼死了。你害死了穆楚楚，穆楚楚却为你捐了肾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左岩冷不丁地发问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可以把肾还给他。江宁熙全身发冷，禁不住颤抖起来。正好这里有医生，就让他帮你把肾取出来。医生愣了一下，这不行吧？这里没有工具。左岩单手击掌，保镖提着一个医药箱进来。江宁熙怕得要命，什么也顾不上了，从地上起来就要跑，被左岩的保镖抓住，按在沙发上绑住了。动手术吧。左岩沉静入座。不要，阿岩，你放过我吧。江宁熙哭喊着。那个时候他也像你这样害怕。左岩低声说道。他永远忘不了穆楚楚进手术室前的挣扎。江宁熙全身战栗，他想逃想跑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医生亮出了手术刀。不要，左岩，是你让穆楚楚给我捐肾的，不是我的错。现在你凭什么叫人挖走我的肾？江宁熙歇斯底里的大喊，他拼了命地摇头。继续阅读，余生悲欢只有你。冰冷的刀面触及了他的肌肤，江宁熙吓得当场失禁。你给我住口！被江宁熙戳中心伤，左岩暴怒，胯部掐住了江宁熙的脖子。他卡住江宁熙的脖子，江宁熙的四肢被绳子绑着，医生划破了他的皮肤，疼痛在瞬间扩大。江宁熙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，想要呼救，却又喊不出来。就在他濒临窒息时，左岩甩开了江宁熙的头。医生还在给他动手术，江宁熙疼到麻木。他躺在沙发上，痛恨地瞪着左岩。左岩，不要告诉我，你爱上了穆楚楚，他已经逃不过了。与其叫他一个人受罪，倒不如叫左岩跟他一起痛。你逼死了他，却爱上了他，哈哈，左岩，真不知道我跟你，我们谁比较可怜？江宁熙猖狂大笑。左岩左手握拳，眼神里全是满满的迁怒与憎恨。他不会让江宁熙死的，他要他生不如死，永远活在痛苦之中。做完手术，把他给我丢进城西疯人院。城西疯人院是最乱最糟的疯人院。被送去那个地方，江宁熙就算不疯，也离疯魔不远了。不！江宁熙尖叫着，不可以！阿言，我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。左岩的表情冷漠至极。今天的事情把证据全部收集起来，等他在疯人院受够了，就送去警局。把江宁熙送进疯人院，左岩就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他试图用工作来麻痹自己，让自己不去想穆楚楚。这天，穆寒墨送来一份文件：左先生，这是几个公司送来的设计方案，您看看，做最后的决定。知道了。左岩把文件放在一边。处理完手头上要紧的事情后，左岩才开始翻看那些文件。在翻阅到明盛集团送过来的设计方案时，左岩的眼睛骤然一亮。里面的设计师的简历上的照片正是穆楚楚。他看向简历上的名字莫小林，不是穆楚楚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世界上除了双胞胎，怎么可能会有人长得一模一样？左岩心血澎湃，他马上拨通了秘书的电话，设计方案就定明盛集团。这个案子我亲自跟进，让那个主设计师马上过来做事。挂断电话，
左岩就开始陷入焦急的等待。他在无心工作，在办公室来回踱步，直到叩叩，请进。门把被拧动，一个跟穆楚楚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走了进来。不过不同于穆楚楚身上的温婉气息，她身上的气场更加凌厉。左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明盛集团的莫小林。左岩看着莫小林那张跟穆楚楚相似的容颜，惊诧到失神。几乎在那一瞬间，他差点就脱口而出，叫出穆楚楚的名字。莫小林微笑着朝他走了过来。左先生。随着莫小林的靠近，左岩心跳如擂鼓。他怎么可能不是穆楚楚？一定是穆楚楚还没死。左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他上前将莫小林拥入怀中。穆楚楚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，左岩急不可待地抬起她的下巴，就要热烈亲吻。啪！莫小林狠狠地甩了左岩一巴掌，左岩的脸被打歪，片刻缓不过来。莫小林杏目圆瞪：左先生，我是来谈合作案的，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不是穆楚楚。左岩逆视着他，试图从他身上看出些蛛丝马迹。莫小林恼怒不已：左先生，你这是想借认错人进行职场骚扰。我原以为左氏行事光明磊落，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。我看我们也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了。莫小林抱着文件就要离开，左岩拉住了他的手，努力压下自己的情绪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是认错人了。你坐下来，我们继续聊合作案。莫小林甩开他的手，惊疑打量。我看左先生还是好好冷静冷静，改天我们再找个人多的地方再谈合作吧。莫小林话里带刺，左岩却不以为意。那麻烦莫小姐留下联系方式。可以。莫小林在左岩抽了张纸，写下一串数字。左先生，我们改天再约。话音一落，莫小林快步离开了左岩的办公室。他一走，左岩凝望着手上的发丝，眼睛微微眯起，陷入深思。而莫小林走进电梯，拿出手机，就收到了来自陆明初的信息：楚楚，一切顺利。莫小林回复信息，唇角狡黠扬起。是的，他就是穆楚楚。他来跟左岩和江宁熙算账来了，他们欠他的，是时候还了。左岩让穆寒墨将那条头发送去检验，并让人对比基因库中穆楚楚的信息。当晚，左岩就按捺不住拨打莫小林的电话。您好，欢迎致电城西火葬场。我们左岩的脸上变化莫测。好一个莫小林，他让他留电话，他反过来摆了他一道。翌日，穆楚楚刚到明盛上班，就在办公室接到了左岩的电话。莫小姐，你给我留火葬场的电话是什么意思？左岩直切主题，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。穆楚楚脸不红心不跳。哦，留错了。左先生要是有事找我，打我办公室的电话就行。项目的事情，左氏已经确定要跟贵公司合作了，不过需要莫小姐全权负责。左岩说道。没问题。穆楚楚查看行程，这样吧，今天下午3点，请左先生来我们公司会议室签署合约。你过来。想到昨天的事态，左岩补充道：你放心，昨天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昨天什么事情？穆楚楚按下录音键。
像昨天那种疑似骚扰你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左言答：好。挂断电话，穆楚楚把录音导了出来，然后拿上文件，亲自去左氏签约。如左言所说，这一次除了工作，左言再无越矩之举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左言和穆楚楚合作，两人在项目上配合得亲密无间。但除了工作之外，两人没有过多的接触。左言也收到了那份头发检验的结果，医生从上面提取到的 DNA 和穆楚楚留存在基因库的吻合。得到这个结果，左言并不意外，他按兵不动，不管穆楚楚要做什么，他都会竭力配合他。左氏和明盛的合作大获全胜，推出的新产品赢得了大众的喜爱，销量不断攀升。左氏作为主导举行庆功宴，宴会上，左言低调地隐没在角落，摇晃着红酒杯，看着场上的喧哗。左先生，您怎么在这？穆楚楚微笑着来到他身边。左言看着穆楚楚的短款礼服，露在外面笔直纤细的长腿，皱了皱眉。你也不喜欢这样的场合？穆楚楚问。左言还未作答，穆楚楚就拉着他的手，拿走自己的包包，带着他从会场的后门离开。酒店的后门是一片大海，此时星光点点，月夜清辉，海浪懒懒地打在沙滩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穆楚楚拉着左言踏上了沙滩，他松开左言的手，交叠着双腿坐在了细沙上，又从包包里掏出2罐啤酒，把其中1罐递给了左言。左言接过，在他身边落座。左先生，你说是不是平平淡淡才是真？穆楚楚问。左言注视着他的侧颜，眼眶里盛放星光，他多想叫出他的名字，将他紧紧拥入怀中，但他不能。他拿着酒瓶的手收紧的清白。得不到左言的回应，穆楚楚轻笑。对了，左先生，我之前看新闻，你跟你未婚妻订婚了，怎么还不举行婚礼？他眉眼弯弯，就像一轮新月，也不带他来参加庆功宴。自从左言和江宁熙的订婚宴后，穆楚楚就一直找不到江宁熙的下落。左言凝望着穆楚楚，声音带着宠溺，因为他在跟我捉迷藏。穆楚楚听不懂左言的话，他举起酒杯，对着左言一笑。咔嗒，左言打开易拉罐，把啤酒罐凑到嘴巴时，表情有些微的不自然。穆楚楚笑了笑。没什么。左言仰头喝酒。穆楚楚突然问：左先生，你怎么成天板着脸，搞得好像大家伙欠你钱一样？有很多不开心的事，那就对着大海喊出来吧。穆楚楚捂住耳朵，我不听，你可以尽情宣泄。左言的眸光浮动，他确实有很多话想要说，不过不该是对大海，而是要对他说。左言刚挪唇，困倦来袭，他的眼前出现一阵重影，整个人恍惚起来。砰！左言倒进了穆楚楚的怀里。穆楚楚轻笑，扛起左言，把他带上车，送回了别墅。出乎他意料的，他和左言以前居住的房子一点光亮都没有。他还以为是没有人居住，打开灯后，却发现一尘不染，有人居住过的痕迹。他来不及思考，把左言搬回了房间，取走他的钥匙，去了书房。书房里有一台左言常用的电脑，以前他看着它存放了很多重要的文件。
穆楚楚想要打开电脑，就被密码卡住了。没有多做思考，穆楚楚试了江宁熙的生日，没有意外的打开了。穆楚楚快速复制下左岩的文件，发送到自己邮箱，然后删去了浏览和访问痕迹。做完这一切，穆楚楚重返房间，扒下左岩的衣服，褪下自己的衣服，拉着他摆拍。当穆楚楚穿好裙子时，左岩就醒了，比穆楚楚预期的还要早。他拉住他的手，我们发生了关系。穆楚楚愣了一下，不对我负责。左岩的眼睛闪烁，似在期待什么。穆楚楚撇撇嘴，这话从左岩嘴里说出来，他只会觉得恶心。左先生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成年男女这点事，我看得开，你也别放在心上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左岩拉到了床上。左岩按压着他的手臂，栖身而上。穆楚楚咬咬牙，抬腿就冲着左岩的重点部位踹去。左岩下意识臂闪开，长腿压下他作乱的脚，堵住了他的唇。穆楚楚憎恶地瞪大了双眼，狠狠地咬了下去，血腥在两人的唇齿间蔓延。左岩松开穆楚楚，穆楚楚甩给了左岩一巴掌。左岩愕然，眸色讳莫如深。穆楚楚没有说话，拿起包包离开。回到住处，穆楚楚正要开门，就发现门锁松动，一道光从门缝透了出来。推开门，就见陆明初坐在正对面的沙发上，口气不悦：“你回来了。”这些年，陆明初一直在穆楚楚身边，鼓励他，支持他。两人像是家人，又像是朋友。不过，穆楚楚知道陆明初想要和他再进一步，对此，穆楚楚明确地拒绝过他。目光触及穆楚楚唇上的红痕，陆明初的神情染上了喧嚣。不要告诉我，你为了复仇跟左岩上了床。穆楚楚皱紧了眉头，他原以为陆明初是最了解他的人，没想到他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。你连解释都不想解释了。陆明初暴怒，他从沙发上站起，阔步走向穆楚楚，阴影自穆楚楚的头顶笼罩下来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了。回答我，你是不是跟左岩睡了？陆明初扣住他的双肩，剧烈摇晃。陆明初的问话像是一把刀，一点点剜着穆楚楚的心。他就是这样看他的。我没必要回答你。穆楚楚，我真的是看错你了。陆明初抱住穆楚楚，愤怒让他失去理智，他拉扯着他，把他往卫生间带。砰！陆明初把穆楚楚摔进了淋浴间，拧开冷水喷头，对着穆楚楚喷射。穆楚楚，你就是这样复仇的，不要告诉我，你对左岩还余情未了。陆明初咆哮着，他把水里对准了穆楚楚的脸，穆楚楚被水流呛得直咳嗽。我没有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比你更清楚我要回来的原因。我是回来报仇的，我要让他和江宁熙付出代价。穆楚楚神情颓败，看向陆明初的脸上掩不住的失望。陆明初渐渐冷静下来，意识到自己做的过火，他抽出浴巾，抱住穆楚楚，软声：“楚楚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就是怕你。够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以为你足够了解我，没想到你跟左岩一样，叫我寒心。”穆楚楚冷漠地避开陆明初。陆明初望着穆楚楚，心一点点变冷。
穆楚楚回到了房间，摔上房门。陆明初颓然地拿起搭在沙发上的外套，从穆楚楚的家里离开。第二天，陆明初又像神妖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出现，还带来了早餐。陆明初到底帮了自己那么多，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穆楚楚，穆楚楚也没有跟他再计较。两人默契的没有提到昨晚的事。吃完早餐，穆楚楚开始整理从左岩那里偷来的资料，然后公布到了网上。左氏的众多资料在网上流传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左氏的股价也受到了影响。左氏大楼，左岩正看着网上的新闻，他的脸上无波无澜，叫人看不出情绪。左先生，现在怎么办？穆寒墨等候着他的命令。不用管。左岩抿唇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可穆寒墨不明白，放着就好。如果这是穆楚楚想要的，他愿意成全他。穆寒墨直觉左岩是另有打算，不再言语，退了下去。除了左氏的资料流泄，网上开始流传出左岩的床照，还有一段左岩承认职场骚扰的音频。床照恰到好处地挡住了女主角的脸，但左岩的五官表情清晰可见。左岩利用职权骚扰女同事的新闻爆出后，左氏及左岩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不仅如此，网上还有人爆出左岩虐妻、岳父找记者说理的新闻。丑闻不断，左岩看在眼里，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。他站在左氏的大楼，从上往下看，灯光璀璨，车水马龙，整个城市都在他的脚下。但他想拥抱的人，怕是永远都不会再给他机会。明盛集团会议室，穆楚楚正在进行会议。左先生，您不能进去，莫小姐她正在开会。秘书试图拦着左岩。左岩丝毫没有将秘书放在眼里，推开了会议室的门。众人目光集聚在突然前来的左岩身上。那就先这样吧，散会。穆楚楚说道。众人抱着文件从会议室离开。偌大的会议室仅剩穆楚楚和左岩两人。穆楚楚拉了把椅子，好整以暇落座。左先生这架势是来兴师问罪的。问什么罪？左岩反问。穆楚楚淡淡一笑。左先生不忙着处理丑闻，跑到我们公司干什么？据我所知，我们公司和左氏暂时没有合作。大家的记忆是有限的，丑闻也只是暂时的。而且我不是为了公事来的，我是来接人的。左岩直勾勾地盯着穆楚楚。哦，接人？接谁？穆楚楚轻嗤。接穆楚楚。左岩缓缓开口。这个名字听说过，左先生的前妻。不过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在我这儿？穆楚楚保持镇定，尽量从容不迫。左岩不想再跟穆楚楚拐弯抹角，他伸出手，把她的发丝撩到耳后，随带抚了一下她细嫩的脸庞。我不知道他在哪，但他爸爸现在在我这里，我相信他会自己来找我的。穆楚楚瞳孔紧缩，有点不敢相信地瞪着左岩。左岩斜似一笑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我会一直等着他。等他踏出会议室的门，穆楚楚马上打电话去穆父所在的疗养院。穆父的确被人接走了，所以这就是左岩的反击。穆楚楚咬碎了牙。为了不让左岩起疑，这些日子他甚至不敢去联系穆父。没想到
现在就算他明知是诱饵，也不得不咬钩。穆楚楚不甘垂眸。夜色降临，左岩居住的别墅却灯火通明。他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等待着穆楚楚的到来。以前因为父母感情破裂，对他难免有所忽视，所以他很小就开始自力更生，做饭煮菜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只是他从来没有为穆楚楚煮过一顿饭，现在他愿意为穆楚楚做一辈子饭。他无比地期待着穆楚楚的到来。他是自私和卑鄙的，哪怕用不光彩的手段，他也想要留住穆楚楚。屋外传来了刹车声，左岩跑出去迎接穆楚楚。他的心脏在雀跃，好像穆楚楚的回归意味着他们可以回到过去。我来了，放了我爸爸。穆楚楚的嗓音冷冰冰的，被左岩戳破了真面目。他懒于再伪装。左岩看着他，嗓音柔和：“先吃饭。你还想要我的肾，就尽管拿去，不用在这惺惺作态。”穆楚楚口气极度不悦。左岩的脸垮了下来。就在穆楚楚以为他要开始动怒时，他只是不咸不淡地来一句：“先吃饭。”他拉着穆楚楚往餐厅走，殷勤地给他舀汤。看着汤碗里漂浮的香菜和鲜虾丸子，穆楚楚禁不住皱眉。香菜，他最讨厌的食物；鲜虾，他对鲜虾过敏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左岩问。呵，哪敢！穆楚楚用勺子舀了起来，送入了口中。当初哪怕左岩对他稍微上点心，都不会不知道他的禁忌。左岩见他开始吃，就开始给他配菜。你让我来，不是单纯的为了吃饭吧？穆楚楚不知道左岩的用意，他的声音冷到了冰点。是，资料是我泄露的，照片也是我放上我的。你想报复，尽管冲着我来，别对我父亲下手。左岩面色铁青，没有吭声。鲜虾在穆楚楚的身体里开始发挥作用，像有一团火在他的身体里烧了起来，又痒又麻。他的脸很快就布满了红色印记，他的额头也开始冒出冷汗，他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，从椅子上倒了下去。穆楚楚，左岩喊着他的名字，冲到了他的跟前。他躺在地上，按着心口，大口地喘息着，像要呼吸不过来。左岩看着穆楚楚那副样子，心一阵阵抽疼。他迅速把她抱了起来，朝外边奔去。医院，病人应该是对鲜虾过敏。医生看着报告单，看了一眼已经昏睡过去的穆楚楚。鲜虾这种食物很常见，病人应该是知道自己过敏的，怎么还吃呢？左岩愣了一下。以前他根本就不关心穆楚楚，他的日常起居也全交给了佣人。现在想对他好，却还是害了他。他不由想到，他留他在身边是对的吗？左岩走到了穆楚楚的床头，蹲在他的身边，拉起他的手，靠在自己的脸侧，感受着他的体温。楚楚，他低声呢喃着，我知道你很恨我，不想留在我身边，但我不想放开你。就算你回来只是为了报复我，我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过去的那些，他都会慢慢补偿给穆楚楚。他深情款款地望着穆楚楚，想要将她的容颜印刻在心里。清晨，穆楚楚醒来时，左岩已经不在了。他不禁自嘲一笑，他那么对他，他居然还梦到他守着他，真是可笑。他正想要起身，
穆寒墨就走了进来。穆小姐，左先生让我送你回别墅。闻此，穆楚楚的脸色煞白。从前他的逃跑都是以这句话收尾。如果我不呢？左先生劝你考虑一下穆老先生，他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穆寒墨话里有话。穆楚楚义愤填膺，他咬了咬牙，走。即便不甘心，穆楚楚还是跟着穆寒墨回了别墅。没多久，左岩就带着文件到家里办公，还要求穆楚楚必须在书房陪着他。穆楚楚烦得要命，在书房焦灼踱步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爸爸？你乖乖听话就可以。左岩在繁复的文件中抬眸。穆楚楚愤恨难平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虐待他？随你怎么想。左岩垂下眼眸，继续看文件。接下来几天，穆楚楚都吵着要见穆府，都被左岩搪塞了回去。但穆楚楚没办法，受左岩钳制，他没办法离开。在往下的日子，左岩把工作搬到了别墅，但每一天他都会消失一段时间，回来的时候身上必定带伤。穆楚楚对此并不兴趣，他只挂心左岩什么时候把他的爸爸还给他，什么时候让他离开。这天，左岩照旧离开别墅，他所乘坐的车子驶向了郊区的公寓。左先生，您来了。佣人恭谨地向左岩行礼。穆老先生又不肯进食了。左岩点了下头，亲自去厨房端上佣人准备的食物，上楼。穆府正沉着脸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晒太阳。听到左岩的脚步声，穆府眯了眯眸。穆老先生。左岩客气疏离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该吃饭了。穆府连头都不扭，晃起了摇椅。左岩端着食物走到穆府面前。穆府的摇椅一停，伸手掀翻了左岩手上的餐盘，食物的汤汁溅洒到左岩的身上。左岩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他抬手，佣人把新的餐盘递到他面前，再由他送到穆府跟前。左岩，你烦不烦？穆父嘲讽一笑。当初你是怎么对我们穆家，又是怎么对楚楚的？现在你想干什么？赎罪？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？穆父满脸不屑。我在疗养院待得好好的，你突然把我接来，囚禁在这栋别墅，不用说，你一定又拿我威胁我女儿了吧？左岩的脸色苍白，薄唇轻启。过去我对穆家，对楚楚做的一切，是我错了。他想要获得穆楚楚的一步，就是得求得穆父的原谅，这也是他每天消失的原因。每天他都会来这里道歉。穆府抓起餐盘，愤怒地砸在左岩身上。穆楚楚的妈妈都没了，是他一句话道歉就能抹平的。左岩，我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但我想明白了，反正我只剩下一把老骨头，你休想再拿我去威胁楚楚。穆府嚷嚷着，猛然朝阳台后方跃去。左岩眼疾手快，抓住了穆府。你给我松手！穆父拍打着左岩，他情愿从这里跳下去，也不愿意成为左岩威胁穆楚楚的工具。左岩用力抓着穆府，手臂因用力青筋暴起。穆府打掐着他的手，他咬牙忍着，把穆府往上提了。别墅里的保镖也都跑过来帮忙。一番拉锯，众人总算是把穆府拉上了平地。但因为方才挣扎得太过激烈，穆府又有高血压，两眼一翻，
晕了过去。左岩赶紧带人将穆父送往医院，因为穆府的情况太过严重，左岩不可能向穆楚楚隐瞒穆府的情况，便叫人将穆楚楚送往医院。啪！一记响亮的巴掌声在医院的走廊响彻。穆楚楚红着眼，怒目瞪着左岩。左岩，我们穆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要被你这样对待？左岩侧开了脸，没法吭声。穆楚楚的眼睛里镌刻了恨意，愤怒地走向了病房。左岩凝望着穆楚楚的背影，他可以感觉到他和穆楚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左岩让穆楚楚留在了医院照顾穆府。等穆府的病况好转后，他就将他们父女俩一块接回了别墅。3个人一起生活，穆楚楚和穆父却避左岩如蛇蝎。但左岩不仅将穆府以前经营的公司还给了穆府，还将名下的资产转移了一部分给穆府。穆府毫不领情，即便左岩做出什么样的补偿，都不能弥补他们穆家受过的伤害。为此，左岩没少费尽心想办法。这天，穆府正在凉亭磨墨练书法，左岩走了过去，就遭到了穆府的冷眼。穆父撂下毛笔，转头就要走，左岩拉住了他。左岩拿出一个锦盒，呈递给穆父。穆父不明所以，接过后打开，在看到里面的白玉手镯后，穆父眼波微蓝，唇瓣张挪，像有话要说，却什么也没说。那副手镯是穆楚楚的母亲以前的作品，他没想到左岩居然把它找回来了。他抹了抹快要湿润的眼眶，伸手指了一下旁边的位置，对着左岩坐。左岩愣了一下，入座。不远处的穆楚楚看到这样一幕，以为左岩要伤害穆府，火急火燎就要冲过去，就见左岩不知跟穆父说了什么，穆父竟然没有表现出对左岩的排斥，还跟左岩一起练习起了书法。穆楚楚松了一口气，在穆父和左岩渐渐改善的关系中卸下了心防。1个月后，穆府和左岩的关系已亲和得如相交多年的挚友。穆府少生气，身体也逐渐硬朗了起来。穆楚楚看在眼里，也不由对左岩改观。他想，也许左岩真的想要向他们道歉。但穆楚楚不知道的是，穆府对左岩产生的一系列变化，其实都是左岩对穆府做的心理暗示。这天，左氏的一个项目出现问题，左岩前往公司处理。这一去就去了半天之久。穆楚楚正陪着穆父练书法，就听到一声巨响。穆楚楚隐约有些不安，正要跑出去查看，大门就轰然倒下。陆明初带着手下风尘仆仆前来，急切道：“楚楚，我来带你走了。”陆明初是陆氏未来的接班人，但因为从小的理想，才选择作为一名医生。1年前，为了穆楚楚，他重回陆家，调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帮助穆楚楚。现在为了调走左岩，他不惜用陆家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去和左岩对抗。他是一定要带走穆楚楚的。他对穆楚楚那么好，他对他势在必得。他甚至可以想象，穆楚楚会因为感动而跟他在一起。看着眼前的人，穆楚楚一阵惊诧。他没想到陆明初会来。快叫上穆老先生，跟我一起走，我的人只能拖左岩一会，他很快就会察觉。陆明初催促道。穆楚楚皱起了眉头，他和爸爸不能离开。
他不能再拖累陆明初。见他犹豫，陆明初的脸上有些微不自然。你不愿意？不是，是我们不能走。左岩那个人阴晴不定，手段残暴，说不定就不要告诉我。左岩那么对你，你对他还有感情？陆明初的声音冷了下来。穆楚楚矢口否认，当然不是。那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陆明初伸手去抓穆楚楚的手。我和爸爸要是走了，左岩一定什么？陆明初打断了穆楚楚的话，我看你就是不想走，在找借口。陆明初脸上凝聚了风暴，别忘了，当初我要是不带你走，左岩早晚把你折磨死。陆明初的口气愈演愈烈，他瞪着穆楚楚，做了个手势，他的手下架住了穆楚楚的手臂。你要做什么？穆楚楚惊愕。把他给我带走。陆明初的口气不容拒绝。他喜欢穆楚楚，过去他错失了穆楚楚，这一次他要主动争取。海边的独栋别墅，陆明初站在被五花大绑的幕府面前，幕府拼命拧动。你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我们！陆明初皱了皱眉头，放了你们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！当初要不是我派人把你从医院接到疗养院，你早就被左岩弄死了，还能在我面前大嚷大叫。陆明初不屑轻嗤，要不是穆楚楚，我管你死活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老实点，等我和楚楚在一起，我还会叫你生爸，不然我现在就要你好看。哼，你想跟楚楚在一起，绝不可能。幕府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我绝对不会把他交到你这样的人手上。幕府的话刺激到了陆明初，陆明初抬腿照着幕府的心窝就是一脚。我告诉你，穆楚楚就是我的，我还要你同意。陆明初凶狠握拳，把幕府一顿暴打。10分钟后，陆明初从关着幕府的房间离开，拿着他让手下伪造的左岩跟其他女人勾三搭四的照片，来到了穆楚楚面前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左岩。他留你在身边，却跟其他的女人藕断丝连。这样的男人，你还要？穆楚楚看着照片，脸白如纸。他还真当左岩知道错了，在赎罪，在忏悔。殊不知是他错了，他就不该对左岩抱有期待。只是上一次左岩为他编织了情网，是为了他的肾，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？穆楚楚还以为自己的心不会再为左岩伤痛，没想到却还是会疼。他咬紧了唇，水光泛泽了他的眼眶。像左岩那种人，根本就不配你回头。陆明初不忘火上浇油，他铁了心了，要穆楚楚认清左岩这个人。所以，即便是要撕开穆楚楚的伤口，他也要这么做。穆楚楚心情极度复杂，学长，你让我和爸爸走吧，我不想再连累你了。没事，我不怕被你连累。我已经叫人安顿好你爸爸。陆明初不以为意，拍了拍穆楚楚的肩膀。但陆明初的下一句话叫穆楚楚毛骨悚然。没关系的，你要是不能走出左岩带给你的阴霾，我可以杀了他的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口吻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对呀，我认真的。陆明初的眼神里写满了专注与认真。楚楚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，我很喜欢你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。陆明初深情款款地向穆楚楚表白，
穆楚楚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。这样的陆明初在他看来实在是太陌生了。他应该是温润如玉的翩翩君子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说要杀人。陆明初还在继续说：“你放心，左言阻碍了你的幸福，我不会让他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。以后你就跟我在一起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会像左言那样辜负你。”话落，陆明初摸了摸穆楚楚的头，低低地笑了起来。是了，穆楚楚要是跟他在一起，一定会幸福的。况且他比左言早遇见他，还比左言对他好，他们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怎么能不在一起呢？好了，楚楚，你就在这好好休息，等把左言解决了，我就来找你。陆明初的声音温柔备至，到时候你就嫁给我，我们举办婚礼。左氏大厦，左言正在召开会议，穆寒墨就将别墅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左言。左言即刻带人回别墅寻找线索，一无所获后，就收到了陆明初寄来的包裹。空荡荡的包裹里只有一张沾满鲜血的纸张。3天后晚上10点，城郊游乐场见。你，左言，独自前来。纸条还署上了陆明初的名字。左言明白，陆明初这是在跟他下战书，把穆楚楚和穆府当成了奖品。左言收起纸条，他一定会赴约的。不仅赴约，他还要将穆楚楚和穆父平安地带回来。听说你闹绝时，陆明初推开穆楚楚的房间门，满脸写着不耐烦。他的手上拿着一个餐盘，上面有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在他的身后还跟了一个穿着白大褂医生。吃饭还是吊营养液，选一个。陆明初把餐盘放在他面前，脸上蕴发着怒气。他居然用伤害自己的身体的方式来威胁他。穆楚楚眼眸低垂，一声不吭。好，很好。陆明初给医生使了一个眼色，医生走上前去给穆楚楚吊营养液。在针头刺入穆楚楚的手背时，穆楚楚剧烈挣扎了起来，她的血液往针管上面回流。陆明初走过去，按着穆楚楚的身体，抑制住她的挣扎。穆楚楚咬住了陆明初的肩膀，呜咽着：“让我走。”她要带着爸爸离开。陆明初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用力按压着她，把她绑了起来。穆楚楚反抗不得，只能瞪着陆明初。医生给穆楚楚处理伤口，陆明初就在一旁的小沙发上落座。你闹这出是为了什么？他自说自话，说到底，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回来复什么仇。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有多快乐？陆明初似陷入回忆，陈素低脸的脸上生动了不少。还记得去年吗？你说你从来没看过雪，我们就一起去看雪，堆雪人。今年我们也一起去，好不好？穆楚楚仇视地瞪着他，如果眼神可以化作刀，他此时应该会毫不犹豫刺向陆明初。他变得陌生疯魔，叫他觉得恐惧不安。陆明初的声音得不到回应，他话锋一转，低声感叹：“楚楚呀，你应该乖乖的。你要是再不好好吃饭，我只能让穆老先生也跟着饿肚子了。”陆明初狭长的眼眸微微眯起，一股寒意顿生。穆楚楚把唇咬得出血，蜷缩在一起的手一点点收紧。3天后，暗夜无星，城郊的废弃游乐场却灯火通明。
左岩戴了一块特制的手表，上面装了一个特殊的装置。当他发生意外时，他可以在上面敲击摩斯密码，让穆罕默带人赶来。他踏进了游乐场的大门，哐锵，游乐场生锈发涩的大门就重重关合上。左岩没有回头，继续往里走，到旋转木马这里来。陆明初的声音透过广播传了出来。左岩拔腿前往。当他走到了旋转木马旁，就见幕府被悬挂在旋转木马的支架上。他颓然闭着眼睛，脸上还带着一些血痕。而陆明初就站在他的身侧，诡异地笑着。陆明初，你疯了，居然这样对待穆老先生？楚楚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左岩眉头紧蹙。哥哥。陆明初压着声音低笑，我做的这些，跟你做的比起来，算得了什么？左岩拧眉，他已经知道错了，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赎罪。与此同时，穆楚楚砸开了别墅的窗户，从2楼的窗户跳了下来。因为摔伤，伤口抽痛，现在正一瘸一拐地往游乐场这边赶。他曾经在这个游乐场兼职，也是在这里和陆明初初次见面。他对游乐场很熟悉，直接绕到了游乐场的后门去找幕府和陆明初。他远远看到被吊起的幕府和陆明初，他躲在了角落的垃圾桶后边，观察这边的情况。当看到被打得浑身是伤的幕府，他差点惊叫出声。这还是那个会无条件包容接纳他、帮助他的学长吗？快放了穆老先生！左岩斥道。陆明初看着穆父，阴冷地笑着，这个瞎老头居然还觉得你好，说你变了，是真心对楚楚好。说话间，陆明初还不忘捏紧拳头往穆父身上砸。他才是真正对穆楚楚好的人，其他人都是垃圾。左岩，像你这种人就该去死，根本就不配留在楚楚身边。陆明初叫嚷着。左岩伤害了穆楚楚，现在假装悔过，就要抹平穆楚楚受过的所有伤痛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会忘记穆楚楚哭泣的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每一次都叫他心碎。听着陆明初的控诉，左岩的心里亦不好受。之前他对穆楚楚真的太狠了，可现在他控制止不住自己，他爱穆楚楚。他知道让穆楚楚重新接纳他有多难，但他不能没有他。他想要她嫁给他，留在他身边。左岩，你去死吧！只有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楚楚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。陆明初抽出腰间的枪支，对准了左岩的头。穆楚楚的心口收紧，惊叫出声：“左岩，小心！”他冲了出去，去推开左岩。左岩发觉他的身影后，一个翻转，用自己的身体去为他遮挡。砰！一声枪响，左岩带着穆楚楚闪到了角落，但他的腹部还是被子弹擦伤，鲜血横流，染红了他的白衬衫。左岩咬牙克制，手指在手表上敲动，输入摩斯密码。左岩。穆楚楚看到他的伤口，恐慌不已。他想要扶起他，左岩反按住他的手。他注视着他，眼神波动，像是有话要对他说，还来不及说出口。陆明初就走了过来，看到左岩身侧的穆楚楚，他愕然不已。楚楚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明明就叫人把他关了起来。穆楚楚抬眸，眼带责备，学长，收手吧。
这是我跟左岩两个人的事情，你不需要介入。陆明初眼眸暗淡了下去，什么时候变成了他跟左岩两个人的事？明明是他和他之间的事。他把自己的心事写成诗篇送给他，他以为他可以读懂，没想到他的心里只有左岩。在穆楚楚的爱恋中，他根本就不配拥有姓名。在短短的瞬间，陆明初对穆楚楚的极致爱意就演变成刻骨的恨意。他那么爱她，他居然还是不懂。楚楚，你应该只是一时想不明白，我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，你可以慢慢捋清楚，我对你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。陆明初对穆楚楚的话还是温和的，但目光在转向左岩时就变成了仇视。他继续将枪口对准了左岩。学长，不要再开枪了！穆楚楚惊叫，他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去挡左岩。所以，你还是要选他？陆明初的表情变得狰狞，他甩手推开穆楚楚，开枪打在了左岩的左腿上。左岩进不出，发出了痛唤。穆楚楚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。陆明初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不喜欢你，我早就告诉过你的，我跟你之前根本一点可能都没有。你现在闹这一出是想要什么？陆明初的心因穆楚楚这句话而鲜血淋漓。他诡异地笑着，回头，穆楚楚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你就可以随意践踏我的真心吗？穆楚楚，你活该得不到左岩的爱。我为你付出你这么多，你都可以弃之不顾。你凭什么可以得到左岩的真心？陆明初冷笑着，你还爱着他，那你就陪着他一起死吧。陆明初阴狠眯眸，他调转枪口对准了穆楚楚。穆楚楚下意识地闭上了眼。他不是没有倾听过自己的心声，他明白的，其实他从来没有放下过左岩。即便是在那些最难的日子里，除了那些沸腾的恨意外，他还在奢望左岩的爱。左岩抑制着疼痛，迅速抽出他藏在裤管里面的枪，飞扑到穆楚楚身边。砰！砰！两道枪响同时响起。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穆楚楚被左岩护在身下，后背紧靠着冰冷的地面。他睁开眼，温热黏腻的湿意在他的胸口扩散。他推开左岩，坐起身，看到了自己浑身是血，而血的来源正是从左岩身上流出来的。他躺在地上，源源不断的血从他的身体里流了出来。他握着手枪的手缓缓松开，而在不远处，陆明初躺在了地上。穆楚楚瞬间明白，左岩不仅救下他，帮他挡了子弹，还制服了陆明初。左岩，穆楚楚的眼眶湿润，他慌乱地用手去捂住左岩的伤口，给他止血。我在。左岩伤感地望着他。穆楚楚的眼泪禁不住掉落。你别怕，我马上给你找医生，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左岩摇了摇头，他握住了穆楚楚的手。楚楚，我还欠你一句道歉。穆楚楚反攥住他的手，不要再说这个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做那种事。现在不说，左岩怕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说。楚楚，你走了以后，我才明白过来，我爱你。对不起，原谅我太晚爱上你。穆楚楚摇头。左岩，你要是真心觉得对不起我，你就给我撑住，留在我身边，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左岩缓缓抬手，轻抚着穆楚楚的脸。
在死亡面前，从前对左岩的恨意在一点点消退。穆楚楚泪流满面，左岩深切地望着他，他要记住穆楚楚的脸。下一世，他也会来找穆楚楚，给他深爱。左岩，左岩，跟我说说话，不要闭上眼睛。穆楚楚看着左岩的眼皮一点点松懈，哭喊着摇晃着他的手臂。左岩的眼睛已慢慢眯合，他低声呢喃：“楚楚，对不起，左岩。”左岩，不要睡。穆楚楚声嘶力竭：“左岩，我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能丢下我。”穆楚楚泣不成声，眼睛被绝望和无助填充覆盖。哐！穆寒墨带人赶来，他们撬开了游乐场的大门，朝穆楚楚和左岩冲了过来。穆楚楚被隔绝在手术室门口，她缩在角落，咬着拳头，无声流泪。穆寒墨看着穆楚楚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开了口：“穆小姐，有些话由我来说，不适合，但我还是要说。”穆楚楚抬眼，眼睛里的泪水未干。左先生以为你死了以后就一直很心痛。穆寒墨缓缓说道：“也许是到那时，他才发现自己喜欢你。虽然他很晚才发现自己对你的情感，但他对你的真心是不容置喙的。他会跟江宁熙订婚，也只是因为江宁熙闹自杀，左先生顾念着旧情，同时也是为了挡住其他女人的纠缠才答应的。这些年，他身边就一直没有其他女人。”穆楚楚顿了一下，所以陆明初给他看的照片都是伪造的。但那为什么订婚宴结束就没有江宁熙的下落？为了报复江宁熙，他一直在寻找江宁熙。因为左先生在订婚宴上知道了江宁熙害死你母亲，还叫人追杀你后，就报复了江宁熙，还将他送去疯人院。穆寒墨回答：“因为封锁了消息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。”穆寒墨继续说：“之前左先生的做法确实过火，但在左先生以为你走了以后，他每天都活在愧疚和痛苦中。这些日子，他一直用工作麻痹自己，让自己不那么想你，不那么难过。还有，左先生从很早之前就知道莫小林是你，但他还是让你放出那些丑闻。他只是想要尽力补偿你。把穆老先生关在别墅，左先生也没有伤害过他，他只是想从穆老先生那里入手，先获取他的原谅，让他在你面前帮他说话。所以那段时间你都可以看到他带着伤才外边回来。那些伤是我爸爸打的。”穆楚楚难以相信，骄傲如左岩，居然也会愿意为他做那么多。穆寒墨点了点头。穆楚楚坚硬冰冷的心渐渐柔软了下来，他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掉，心里苦涩无边。7个小时后，左岩脱离了危险，但因为腿部中弹，他暂时不能行走。而穆府受的只是一些皮外伤，没多久就缓了过来。经穆父同意，穆楚楚留在了左岩的病房照顾他。因为左岩是个病患，穆楚楚打了热水，帮他擦洗身体，解开他的病号服，把湿毛巾放在他的身体上。左岩按住了穆楚楚的手，放在了心口上，让穆楚楚感受他的心跳，这里只为你跳动。穆楚楚像是烫着了手，缩了回去，自己擦。话虽是如此，穆楚楚的目光却从未从左岩的伤口上移开。左岩委屈地撅了撅嘴，拿起毛巾
倒吸着冷气擦拭时，穆楚楚又把毛巾抢了过去。抬手，穆楚楚没有好气，给他擦手。左颜乖乖听话，他的眼睛里倒映着穆楚楚。在穆楚楚帮他擦完身体后，把穆楚楚拉进了怀里。你干嘛？穆楚楚抵着床沿，生怕触碰到他的伤口。左颜紧紧抱着他，深情真挚。楚楚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嫁给我，好不好？穆楚楚像是触了电，猛然从他的怀里抬起了头。左颜目光灼灼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之前他甚至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承诺，好看的婚礼，只是把他从穆家接回别墅，让他住在客房。穆楚楚看着他，心里有些苦涩。他从口袋拿出那条左颜昔日送给他的项链，把它给我收回去，换戒指。左颜愣了一下，拿起项链，皱了皱眉，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让我送给我未来的妻子。这难道不是外国设计师的作品？怎么可能？左颜反驳。穆楚楚直言不讳，那你当初怎么会舍得把这条项链给我？那是因为那时我虽然对你不好，但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我欠了江宁熙，我想着你帮他捐肾，我就欠了你。你想要做我的新娘，我就把这个位置给你。提起旧事，左颜深感自己的残忍，不由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穆楚楚的神情。穆楚楚不禁自嘲一笑，当初他竟还因为江宁熙的话痛心了那么久。行了，都过去。穆楚楚伸手抚平左颜紧皱的眉头。左颜拉住他的手，带了点试探，在唇边碰了碰。没听到穆楚楚的反对后，左颜小心翼翼地抬起穆楚楚的下巴，带着满满的爱意，轻轻地在她的唇上印上一个吻。接下来3个月，左颜留在医院调养，穆楚楚也在医院照顾他。左颜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奇怪，像有事瞒着他，神神秘秘的。穆楚楚虽然好奇，却还是尊重左颜的隐私。在左颜出院那天，左颜用手绢围住了穆楚楚的眼睛。穆楚楚把手放在他温热的手心上，由着他牵带着上了车。我们要去哪？穆楚楚禁不住好奇。左颜抚摸着穆楚楚的头发，眼睛含笑，等会你就知道了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左颜解开了挡住穆楚楚眼睛的手绢，一整片花田出现在穆楚楚面前。那是簇簇鲜艳绽放的红玫瑰，是他最喜欢的花。当初左颜还嫌弃他俗气来着。与此同时，无数心形的气球升上了高空，轻快的音乐响起。左颜单膝跪在花丛中，拿出戒指。戒指是他亲自设计的，上面有精致的玫瑰花花饰，还有他们2个名字的缩写。他看着穆楚楚，她在花丛中微笑，美丽恬静。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他就是这样对她微笑的。只是那时，他错把她的美好当成了软弱可欺，步步为营，诱她深入。楚楚，左颜打好了腹稿，有千言万语要和穆楚楚说，但在这会全都说不出来。我爱你，我想要你的未来的有我，做我的妻子，嫁给我，可以吗？穆楚楚看着他为他准备的一切，感动落泪，点了点头。左颜把戒指套进了穆楚楚的手指，激动地抱着她转圈。我有老婆了！左颜大喊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幸福告诉全世界。穆楚楚一紧紧抱住左颜，不管过去怎么样，
他相信左岩，相信他们的未来。1个月后，疯人院，一群精神病人被带到庭院放风，工作人员就离开了。江宁熙被堵在墙角，被一群病人拳打脚踢。敢抢老大的太阳，胆子真是愈发肥了。那些精神病患者骂骂咧咧，把莫须有的罪名安在了江宁熙的头上，抓着他的脖子，把他按到花坛吃土。悲愤中的江宁熙抓住地上的土，猛地朝后面抓住他的人丢去。他本就体弱，再加上被左岩下令挖去一个肾后，根本就没有反抗的力气。刚到疯人院，面对欺辱时，他有想过求饶，但这些人是疯子，根本不是正常人。他的示弱只会迎来他们更加疯狂的对待。那个抓住江宁熙的疯子恼怒了，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对着江宁熙的脑袋砸了下去。砰！江宁熙头晕目眩，一柱血从他的脑门上流了下来。江宁熙的眼前出现重影，他晃了晃脑袋，栽进了土里。见他昏死了过去，没有了玩弄的趣味，那个疯子就松开了江宁熙，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踢了踢江宁熙几脚。很快，放风的时间到了，那些病人被带回了病房。江宁熙昏倒的地方是角落，一时间竟被工作人员忽视。他就那样躺在土里，无人问津。直到夜色降临，江宁熙才醒了过来。他捂住头疼欲裂的头，在混沌中摸清了情况。看着和外界阻隔的防护网，江宁熙毫不犹豫，拿起地上的尖石就往铁网上凿。他要离开这里，这精神病院，他一刻也待不下去。他抓着石头，不断地凿，他的双手磨起泡了，流出血了，他也不曾停歇。他的时间有限，他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抱着这个信念，终于在黎明来临之际，他竟然真的在铁网上砸出了一个洞。他从铁网钻了出去，奔向了他梦寐以求的自由。3个小时后，是5星级大酒店。穆楚楚换上婚纱，站在落地的镜子面前，看着镜中美丽精致的自己，甜美地扬起唇角。她终于要嫁给左岩了。夫人今天真好看。化妆师毫不掩饰对穆楚楚的夸赞。穆楚楚盈盈浅笑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嗡嗡，化妆师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信息，项链到了，我去接项链。好。穆楚楚温柔点头。化妆师离开后，穆楚楚就在沙发上入座，耐心等待着化妆师回来。但化妆师前脚刚走，套房的门后脚就被人打开了。穆楚楚抬眼望去，进门的人浑身污垢，蓬头垢面。如果不是很仔细看，她都认不出这个人是江宁熙。穆楚楚，你休想嫁给左岩！江宁熙嘶哑地喊着。穆楚楚很是惊讶，江宁熙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呵，你当然不想我在这里了。江宁熙冲到了圆桌前，砸爆了桌面上的酒瓶，握着那半截碎片，冲向了穆楚楚。穆楚楚下意识地想要逃离，但被江宁熙踩中了长长的拖地裙摆。江宁熙扯着穆楚楚的婚纱，把她拉到身前，用那块寒光闪闪的碎片抵着她，再稍稍用力一点，他就可以割破穆楚楚的大动脉。穆楚楚，你的命还真大，折腾了半圈，居然还是你嫁给左岩。江宁熙叫嚷着，他身上的腥臭传入了穆楚楚的鼻尖。
穆楚楚下意识皱眉。江宁熙透过镜子看到了穆楚楚的神态。你嫌弃我？穆楚楚，你怎么敢？他扣住穆楚楚的肩膀，把她翻转过来，用力照着她的脸上甩了一巴掌。穆楚楚的脸斜侧开，江宁熙就抓着她，把碎片靠在她的腰间，跟我走，不然我就让左岩的婚礼变成葬礼。江宁熙现在的状态很不对，穆楚楚不敢惹毛他，只能尽力去配合他。我答应你。江宁熙就这样带着他，把他押进了电梯。没想到电梯门打开时，就撞见了穿着黑色礼服正好来接新娘的左岩。江宁熙。左岩一眼认出江宁熙，他的眼神阴鸷，升起的滔天的怒火。穆楚楚发出求救：阿言，救我！是我。左岩，你把我害得好惨，自己却要和穆楚楚结婚，和他双宿双飞。江宁熙凝视着左岩，眼睛里充斥着痛恨。你要怎么样才肯放了楚楚？左岩袖下的手下收拢成拳。江宁熙冷笑着，抓着穆楚楚，压着他从电梯里出来。我要毁了你们的婚礼。他的眼神刻薄怨毒。我的人生毁了，我要你们的人生也跟着完蛋。他大笑着，猛然抬手，将手里的碎片对准了穆楚楚的脖子。而同一时间，正好下楼接项链的化妆师见到眼前一幕，他顾不上其他，在第一时间丢出了手中的项链盒，正正砸中了江宁熙的脑袋。江宁熙手里的碎片还没有刺下，穆楚楚察觉到这个空当，手肘朝后一顶，顶开了江宁熙后，奔向了左岩。左岩接住了穆楚楚，而左岩身后的穆寒墨迅速上前，制服了江宁熙。被按趴在地，江宁熙拧动着：左岩，我诅咒你，诅咒你和穆楚楚不得好死。你们这个婚注定结不……江宁熙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穆寒墨捂着嘴巴。穆寒墨把江宁熙从地上扯了起来：左先生，他就交给我，我这就把他送去警局。你们赶快赶去婚礼现场，误了吉时就不好了。先前他一时是忙，没顾得上江宁熙，倒叫他跑出来搞事情了。好。左岩感激地朝穆寒墨点头。目送穆寒墨离开后，左岩拉着穆楚楚，上下打量着他有没有受伤。穆楚楚惊魂未定地摇头，钻进了左岩的怀里。左岩回抱着他，轻亲了亲他的额头：别怕，我们这就去婚礼现场。等一下。化妆师从地上捡起了项链盒，取出里面的项链，帮着穆楚楚佩戴。项链上的宝石闪烁着夺目的光彩，映衬的穆楚楚的脸色更加鲜活红润。楚楚，你好美。左岩由衷地发出感叹。穆楚楚娇羞垂眸，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上投射出来一片阴影，就像舞动的蝶。左岩牵着她的手，和她十指紧扣，带着她上了婚车。车厢里，穆楚楚和左岩对视，两人的幸福甜蜜在悄悄蔓延。突然，左先生，不好了，刹车失灵了。司机惊恐说道。左岩迅速联想到是江宁熙做的，他保持镇静，握紧了穆楚楚的手，安抚司机：你先放慢车速，把车往没人的地方开，我这就打电话叫人。好。司机战战兢兢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车速缓慢地降了下来。在经过十字路口时，
一辆大货车横冲了过来，叭叭叭，剧烈的喇叭声响个不停。那辆大货车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冲撞过来，轰！整辆婚车被撞了出去。穆楚楚瞪直了眼，大脑在瞬间空白。左岩把他搂进怀里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砰！又是一声巨响，一阵地动山摇后，穆楚楚一阵耳鸣，眼前只有左岩这张近在咫尺的脸。左岩，左岩，穆楚楚呼唤着左岩的名字。左岩朝他憔悴一笑，老婆，我在。穆楚楚没办法动，但他能感受到左岩身上传来的温暖和黏腻的触感。血腥味在空气中发酵，穆楚楚的心里很是不安。左岩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跟我说说话。穆楚楚无措地喊着左岩。左岩看着他，眼睛一片朦胧。我没事，不要担心。其他的婚车在我们后面，他们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。左岩的声音干涩。老婆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因为痛楚，左岩的眉梢拧紧。穆楚楚摇头，眼泪下流。他直觉左岩一定是哪里出了受伤了，但即便是这样，他第一时间考虑到的还是他。我没事。你骗我，你一定受伤了，对不对？穆楚楚着急地问。左岩的脸上扯出一个苍白的笑，傻瓜，我怎么舍得骗你呢？左岩，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不能有事。我们还要举行婚礼，还要结婚，还要在一起一辈子。穆楚楚哽咽着，心痛便袭了整个感官。我知道的。左岩应着，嘴里开始渗出血丝。左岩，左岩，轰！车子再次发出震动，穆楚楚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穆楚楚再醒来，已经是2天后了。他一醒来就看到了穆父担心的脸。你终于醒了，穆父感叹。穆楚楚的意识慢慢回笼，车祸的一幕幕零散地回溯到他的脑袋里。他急切地望着穆父，爸爸，左岩呢？左岩怎么样了？穆父摇了摇头，他那边穆寒墨在守着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穆寒墨说了，他那边有消息了，就会告诉我们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他。穆楚楚掀背而起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身上还有伤，不能到处乱跑。穆父着急地阻拦。穆楚楚不管不顾，他一定要去看看左岩。要不是他保护着他，他怎么可能只受这么点轻伤？而且那个时候他流了很多血。虽然他一直否认，但他闻得到空气里的血腥味。他跌跌撞撞地奔向了左岩的病房。夫人，你不能进去。穆寒墨将穆楚楚拦在了门外。为什么？我要去见左岩。穆楚楚往前争动。左先生醒了，但他不想见你。穆寒墨分毫不退。不对，他是不是那个字？穆楚楚不敢说出口，他怕一语成真，所以你才不让我见他。不是的，左先生很好，只是经过车祸，他想明白了一些事情。穆寒墨解释。穆楚楚愈发觉得不对劲，什么意思？左先生说，这次在鬼门关走过一遭，他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，所以他不想见你，也不想跟你结婚了。穆寒墨心有不忍。不会的，你胡说。左岩怎么可能会说这种话？穆楚楚否认，冲上前想要进去左岩的病房。穆寒墨推攘着穆楚楚，
力道一下没收住，穆楚楚跌在了地上。穆小姐，你还是回病房，好好休息吧。说着，穆寒墨要重返病房。穆楚楚冲过去，他死死地攀住门框，不松手。你让我进去，我要见他。就算要分手，我也要他亲口对我说。穆寒墨没办法，只能使劲去掰穆楚楚的手。穆楚楚犟起来，像头驴，他哭喊起来：穆寒墨，你就让我看看左颜，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才不让我见他？穆楚楚，你想多了。左颜的声音从里边传来：我好得很，什么事情也没有，我只是厌倦了和你纠缠。左颜的声音冷如炎下冰。不会的，左颜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你怎么会跟我分手？穆楚楚泪流不住。穆寒墨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，我要休息了。左颜冷声下令。穆寒墨垂眸，用力扯开穆楚楚的手。穆小姐，得罪了。穆楚楚整个人被穆寒墨推翻，摔跌在地上。砰！病房的门被重重关上。穆楚楚跌坐在地上，抱着双膝，流着眼泪。他不信左颜会那么绝情，所以一定是左颜出了什么事。他不走，就在门口等着，他一定会等到左颜。时间流逝，屋里的左颜沉着脸问穆寒墨：他还在外面？还在。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不能在外边待那么长时间，通知穆老先生过来接他。左颜拧着眉说道。不料他话音刚落，火灾报警器就响了起来。左先生，我这就带你离开。穆寒墨要去扶住左颜。左颜推开他，你再去看看楚楚还在不在外边。穆寒墨打开门查看，走廊里已经没了穆楚楚的身影，但因为警铃，不少病人和工作人员在走廊走动。穆寒墨折返回来，把左颜扶上轮椅，将他推出病房。穆寒墨刚带他出了病房，穆楚楚就从隔壁病房走了出来。他看着左颜，流着泪的掩住了嘴。你的腿。他蹲在了左颜面前，摸着他左腿空空的裤管，眼泪流成了河。警铃是你拉响的？左颜问。穆楚楚点点头，想要抱住左颜，就被左颜一把推开。你回去，我不喜欢你了，不想跟你举行婚礼。左颜的脸上只剩下冰冷。穆楚楚摇头，眼泪不止。他的心脏紧揪成一团，随着他的哭泣剧痛。看着他哭得那么难受，左颜的心里也难受。他用强大的意志力克制住自己，才让自己没有伸出手去帮他擦眼泪。穆寒墨，送我回病房。左颜下令。穆寒墨去推左颜的轮椅。穆楚楚掰他的轮椅，手都卡进滚轮。不要，左颜，不要丢下我，不要我。穆楚楚哭得撕心裂肺，她跪在地上，趴在左颜身上哀嚎大哭。左颜不忍垂眸，血腥在他的喉咙里盘旋。你会后悔的。穆楚楚摇头。左颜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，我不要跟你回到零点。他摸着他空空的裤管，如果你是因为失去左腿而拒绝我，那是不是我也失去左腿，你就可以接受我？你敢？左颜声音一厉，神情间全是对穆楚楚的紧张。穆楚楚紧紧抱着他，还在哭。穆父从远方远远地走来，左颜很下心。穆老先生，
麻烦您将楚楚带回去。”幕府摇了摇头：“你们年轻人的事，我没办法管。”穆楚楚的哭声叫他心碎。他以为他配合左岩演戏就可以缓解穆楚楚的伤痛，但其实根本就不可以。左岩转而命令穆寒墨送他回去。这一次，穆寒墨也没有动，他静静地凝视着穆楚楚。穆楚楚哭红了眼：“你看，没有人愿意帮你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。”左岩长叹了一声，心软地擦去穆楚楚的眼泪：“你这是何必呢？”左岩，将心比心，要是我也失去了左腿，你会不会不要我？穆楚楚拉着他的手：“我们是夫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不会就这样走着走着就散了。”穆楚楚的眼泪被左岩擦干后，他就推着轮椅把左岩推进了病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和治疗，左岩顺利出院。出院当天，左岩就和穆楚楚举行了婚礼。礼堂，穆楚楚穿着圣洁的婚纱，在穆父的搀扶下，走向了坐在轮椅上的左岩。悠扬的结婚进行曲在教堂里响起，在场的宾客的脸上全是殷切的祝福和期盼。当穆楚楚走到近前，左岩撑着轮椅的扶手站了起来。穆寒墨赶紧将拐杖送到了左岩面前。左岩的左手撑着拐杖，努力站得平直。至少在今天，他想要把最后的一面给穆楚楚看。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，以后你要好好对待她，爱她，宠她。穆父语重心长地将穆楚楚的手交付给了左岩。好，谢谢爸爸。左岩执着穆楚楚的手，微微颤抖。等了那么久，他终于等到了今天。穆楚楚终于成为了他的新娘。穆楚楚一激动的热泪盈眶，她笑着流泪。不哭，乖。左岩擦去她的眼泪，带着她面向了神坛。神父站在了公证台上，宣读誓词。穆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左先生为妻？穆楚楚深情凝望左岩，她的眼眶酸涩，泛起了水光。我愿意。左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穆小姐为妻？神父继续问道。左岩毫不犹豫，我愿意。穆楚楚会是我此生挚爱，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敬她，爱她。他和穆楚楚交换戒指，许下承诺，愿做彼此的唯一。神父微笑着点头，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左岩站在穆楚楚面前，掀起她的头纱，轻身向着她，和她亲吻。婚礼结束，左岩带着穆楚楚前往他们的新家。他们手牵着手，走过洒落一地玫瑰花路，迎接属于他们的洞房花烛夜。巨大的落地窗倒映着浮光掠影，万千的烟火在瞬时间升向高空，绚烂绽放。左岩和穆楚楚开始了蜜月之旅，两人开始环游世界。某天，在穆楚楚赖床后醒来，就见到左岩发给他的照片。照片里，左岩光着膀子，身旁还站着一个容颜艳丽的女人。穆楚楚当即就恼了，正要打电话质问左岩时，左岩就又发过来一个定位。穆楚楚照着那个定位打车前往，那是一家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店铺。左岩，穆楚楚撩开店里的珠帘，叫着左岩的名字，无人回应。想到左岩可能的背叛，穆楚楚心里颇不是滋味。他走进店里的深处查看，就见左岩躺在了一张床上。
照片里的女人是刺青师，此刻正在左岩的胸口刺着一个由玫瑰盘旋而出的楚字。他来时，刺青师正好完成刺青。左岩懒洋洋地挑眉微笑，这是我要送给你礼物。想到他的戏弄，穆楚楚气得直拍打他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冤枉啊！左岩牵住他的手，放在唇边亲吻。刺青师悄悄退了出去，给他们小两口留足空间。我把你刺在心上，以后你就住在我心里，再也不挪窝。左岩脸不红心不跳地对着穆楚楚讲起了情话。穆楚楚心念一动，心间一股暖流流经。5年后，左岩坐在轮椅上，想要取书架上的书时，那本书就被一只稚嫩白皙的小手抢先拿走。爸爸，给你。小姑娘眨巴着水润圆亮的大眼睛，把书放在了左岩的腿上。谢谢安安，妈妈呢？左岩捏捏小姑娘的小圆脸，小姑娘撅撅嘴，带了点孩童时期特有的娇憨。妈妈还在叫哥哥写作业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左岩一边牵着安安的手，一边抓着轮椅的滚轮。哥哥，作业做完了吗？安安和左岩刚走出书房，就见到迎面走来的穆楚楚和萍萍。萍萍乐呵呵地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两个小孩就聚在一起嬉戏打闹。穆楚楚走过去推左岩的轮椅，走吧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外公。好，两个小朋友举高了手，齐声应和。一家4口去了城郊别墅，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僻静安雅，只有1、2声鸟的啼鸣。穆府躺在病床上，容颜苍老，神情憔悴虚弱。外公，外公，我们来看你了。两个小不点围着穆府打转，穆府怜爱地摸了摸两个小不点的脑袋。好，萍萍和安安最乖了。外公要加油养好身体，等外公的病好了，萍萍还要跟外公一起玩。好，萍萍乖，萍萍先跟妹妹到一旁玩。外公还有事情要跟妈妈说。穆父朝穆楚楚伸出了手，穆楚楚赶忙俯身过去。爸，我在这，我就你这么个女儿，我唯一挂念的也就只有你了。穆父老泪纵横，感慨万千。爸，您放心，楚楚是我的妻子，我会好好疼爱她，决定不会辜负她。左岩郑重许诺。正如他当年在结婚典礼说的话一样，这些年他也一直疼爱着穆楚楚。好好照顾好我的女儿。穆府的话还没说完，眼皮就慢慢牵连在一起，闭上了双眼。爸，穆楚楚的泪水直飙而出，他拉着穆府的手，泣不成声。萍萍和安安还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但突然凝重的气氛还是叫他们察觉到什么。两个小孩站在原地，注视着穆府，红了眼。左岩拍了拍穆楚楚的肩膀，穆楚楚靠近了他的怀里，两个小孩也一起走了过来，抱住了左岩。7天后，穆父下葬，和穆楚楚的母亲葬在了一起。细雨烟蒙，左岩撑着拐杖，站在青石碑前。爸，安心去吧，楚楚和孩子未来有我。穆父的离世让他更加明白生命的可贵，他也会更加珍惜眼前人。穆楚楚红着眼眶，抹去眼泪，牵住了左岩的手，夫妻俩深情对望。20年后，左岩和穆楚楚的孩子长大成人后，左岩和穆楚楚搬到了小乡村。
穆楚楚开了一间小诊所，在村里行医看病。两人的小日子过得安逸而又惬意。阳光正好，清风微拂。左岩坐在轮椅上，拿着鱼竿，安静垂钓。扑通，一大块石子入河，在水面砸开了一个巨大的水花。左岩望去，就见穆楚楚叉着腰，气鼓鼓的。你又自己一个人跑过来钓鱼，不就是不让你跟隔壁的王叔一块下棋，你就生我的气？穆楚楚叨念着。左岩没有丝毫的不耐烦，才不会生你的气，我就是想钓鱼，回去给你做酸菜鱼。哼，老骗子！穆楚楚嫌弃着，把左岩的鱼饲料倒进了河水。成群结队的鱼儿围拥过来，穆楚楚拔了一株芦苇，拨弄着水里的鱼。左岩皱了皱眉，他知道自己这鱼是钓不成了，但到底对自己的妻子生不起气来，默默收起鱼竿。楚楚，我们回去吧。穆楚楚别开脸，不看左岩。这么多年，每回他生气都是这个样子，没有摆冷脸，就是喜欢用后脑勺对着他。左岩自己收拾好钓鱼的器具，去牵穆楚楚的手。穆楚楚躲开他，他就再去牵。两人一来一往，就像两个老小孩。回到了家，左岩就熟练地给穆楚楚做饭。灶台是特制的，刚好是他坐在轮椅上的高度，正好让他做饭煮菜。两个人惬意地吃完晚饭，就坐在院子里纳凉。院子里还种了穆楚楚最喜欢的玫瑰花，每当这会，穆楚楚就会像一个还未成熟的少女，卯在花丛间，仔细地看着那些花叶。左岩就会悄悄拿起手机给她拍照，被他发现后，就会像毛头小子一样，藏起手机不给他看。穆医生在不在？村里的小孩急匆匆地抱着一只受伤的流浪小狗进门。穆楚楚马上迎了过去，给小狗检查，处理伤口。左岩就负责在医旁递工具。两人相处多年，默契的不行。给小狗处理完伤口，小狗嗷呜了一声，感激地舔着穆楚楚的手。穆楚楚微笑着揉了揉小狗的毛茸茸的脑袋。穆医生，你这里可以养狗吗？小孩小心翼翼地发问。我老妈对这猫毛狗毛过敏，不给我养。要是没处送小狗，我就只能把它送回去，让它继续流浪。小孩的言语间满是惋惜。左岩和穆楚楚对视了一眼，异口同声，可以。留下了小狗，也会多增加他们生活的趣味。他们在小乡村继续生活着。某一天，下起了暴雨，连好些天雨都没有停，整个村子被雨水掩盖。穆楚楚作为医生，前去村里支援受难家属。那天，左岩从天亮等到天黑，都没有等到穆楚楚回来。他的内心一片焦灼，穿上雨具，拄上拐杖，带上手电筒，就要出去找穆楚楚。小狗摇着尾巴跟在他身后。快回去！左岩打着手势，让小狗不要再跟着他。但小狗就是固执地跟着。时间紧迫，一人一狗就开始了征程。暴雨把土地冲刷得泥泞不堪，难以行走。左岩走得很是艰难，一不小心就摔在地上。每一次，小狗都会帮忙提了住左岩，给左岩提供一个支撑点。走了约莫半个小时，左岩听到了孩子的哭声。他赶紧拄着拐杖，瘸拐地走了过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孩子哭哭咧咧。穆医生回家，顺路送我们回家。
然后那上面塌下来，把穆医生埋底下了。听完孩子们的解释，左岩犹如五雷轰顶，像是遭受了致命一击。他转眸看去，看到那块滑坡，立马冲过去，跪在地上挖刨。吼吼吼！小狗咬住左岩的衣服，一个劲地把他往一个方向拖拽。左岩不明所以，初时正专注于在地上挖掘，渐渐地察觉到不对劲了，跟着小狗过去，在另一个地方刨土。在一番挖找后，他终于找到了穆楚楚。穆楚楚的脸白惨，双目紧闭，浑身湿透。那一刻，左岩多怕穆楚楚就这样昏睡过去，再也醒不来。他艰难地扛起穆楚楚，拄着拐杖。小狗跟在他身后，帮忙用他的头去拱穆楚楚。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后，左岩把穆楚楚送到了村子里的卫生院。护士给穆楚楚找了一套衣服，左岩亲自给穆楚楚换上，然后守着医生给穆楚楚吊针。穆楚楚高烧了一整夜，在隔天才退烧苏醒。穆楚楚醒后，左岩和他爆发了第一次争吵。他不想穆楚楚发生意外，强硬的要带穆楚楚离开这座小乡村。穆楚楚在这里住出了感情，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。两人吵闹了起来，最后是穆楚楚掉眼泪收尾。穆楚楚一哭，左岩的心就软了，心疼地拖着他的手，给他捂热。我不是故意气你的，但我担心再发生意外。我知道。穆楚楚红着眼，由着左岩给他擦泪。左岩到自己委屈上了，把穆楚楚抱进怀里，说什么也不松开。他想起多年前，他以为穆楚楚在手术台上丧生，就心如刀割。楚楚，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把你送上手术台。那日的绝情，叫他往后的每一天，每每想起，都是一阵心绞。我害怕失去你。穆楚楚靠在他的怀里，感受着他的心跳。以后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过去，他们只想在乎当下和未来。这之后，左岩便经常给穆楚楚做营养品。穆楚楚看在眼里，也会尽量减少一些工作，尽可能的多陪陪左岩，和他一起享受两人时光。两人在住处又开辟出一块地方，种种蔬菜水果，等到收成的时候，就给大城市里的孩子寄些过去。他们的日子温馨而又平凡，但每一天都是弥足珍贵的。时间辗转，又是10年。左岩转着轮椅走在林间小道，小狗跟在他身后跟着。一人一狗走过小道，到了一个小土丘，左岩爱恋地注视着墓碑上的字：无期穆楚楚之墓。自2年前穆楚楚去世，每一天他都会跟小狗一起来看穆楚楚，但唯独今天是特别的，因为是穆楚楚的忌日，是他永远离开他的那一天。楚楚，我来看你了。左岩眯着眼眸，想象着穆楚楚在他脑海里的模样。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长，又那么短吧。左平已经长成一个成熟的小伙子，牵着自己的女朋友，从不远处走了过来。左安安也来了，抱着一个粉嫩可爱的小孩。爸妈，我带着小宝来了。外公，外公。小姑娘和小时候的左安安长得一模一样，欢喜地拍着手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左岩笑着点头，他已苍老得不成样子。一家人全部聚在了穆楚楚的坟前，热热闹闹，向穆楚楚讲述身边的趣事。
时间如流水般流逝，左岩对穆楚楚的思念与日俱增。在一个傍晚，他晃着摇椅，在夕阳与黑夜交替之际，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穆楚楚。穆楚楚褪去了苍老，回到了少年时代，穿过时空的阻隔，来到他面前，朝他笑着，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。他在那群工人的手上救下他，他也是这样对着他微笑。楚楚，左岩朝他扑了过去，生怕他又要离开。他从轮椅上起来，摆脱了失去左腿的困顿，牵住了穆楚楚的手。别急，我等你。穆楚楚和他相视一笑，两人一起走向了黄昏。风吹，树动，大树下的摇椅停止了摇晃，左岩闭上了眼，结束了他这一生。那只他和穆楚楚起收养的小狗，呜咽了一声，贴在他的脚边蹭了蹭。全剧终。